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在不久之后会发生的好事。那么在我们这一组占卜当中呢，有3组牌啊，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3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那么在第一组牌面上呢，我们抽到的这张 The Hermit 啊，隐士牌啊，这张隐士的话呢，它其实我觉得你们近期整个人的能量是比较安静的，比较内敛的，不喜欢引人注意的，更想安安静静的好好的打磨自己啊，可能很怕一些外部的突然发生的事情干扰你们的节奏，你们整个人是很怕麻烦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好像在默默的酝酿着什么，或者说默默的等待着什么，然后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所以隐士的话，你们近期会有比较多的思考，向内思考，而且这种向内思考的过程对你们自身是非常有益的，会有大量的自我沟通、自我审视、自我反省。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就会突然的想明白一些事情，突然的放下一些执念，突然的找到一些动力，得到一些很重要的问题的答案。我觉得这张牌你们正在告别那个过去的浮躁的自己，整个人能量它是变得越来越笃定的啊，会对自己做出一个大大的肯定啊。隐士牌的话，你们之前经历过的那个至暗的应该是会经历过一个至暗时刻，但是你们挺过来了，你们熬过来，你们从那个至暗时刻里边熬过来之后，你们整体的这种生命能量就会提高一个维度。那么第二张牌呢，权杖骑士。接下来的话呢，会有一个行动力爆发的阶段吧，这对你们来说会极大的推进你们要完成的那个目标的进度，会确立，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还会确立一个新的目标，就是你们权杖所指向的那个方向，就是你们要实现的事情。权杖骑士的话，你们还会给自己设立一个边界吧，就是在接下来明确自己的工作节奏，并且会用自己的能量去主导自己的节奏，而且你们的这种能量是有很强的感染力的，可能说身边的人也会被你们的这种能量所影响。它是一种领导者的特质正在显化出来啊。我觉得权杖骑士啊，你们对于自我的这样的一种笃定的信念，能够感染到一些人，或者说有一些人他们会看到你在这个领域当中啊做出的一些成就，会给到你们肯定，甚至有一些人会来追随你们。然后你们会明白一件事情啊，因为权杖它象征的是一种主导的力量，就是你们会意识到大多数美好的事情其实都发生在自己主导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你们经历过细节，你们对于整体是有着一个微观的把控的。所以说权杖骑士它就像是那种重新拿回人生主导权的一种象征，你们会重新做回自己的主人，而不是随波逐流。因为我觉得权杖它还代表的是一种，就是权杖和隐士的结合呢，它还代表的是一种修正，人生的修正，对于自己过去犯过的某个错误的修正，就是你们在经历了一个自我反思之后，可能你们之前听从了别人的一些建议，做出了一些不适合你们自己的决定和改变，你们会发现那其实并不是你们真正想要的，然后你们会重新确立以自己内在的意志为主导的一个新的方向。所以说权杖骑士这张牌它也是有点纠错的感觉，修正过去的一个错误的决定，然后让自己重新回到正轨上。第3张牌呢是圣杯8。你们走过的这条路啊，你们可以看到啊，你们走过的每一步路它都是留下了一个清晰的痕迹的，就是你们回头看你们走过的那条路，它可能每一步路都不是最优的选择，那条路是蜿蜒曲折的，感觉好像自己一直在走弯路，但是每一步路它都会连成一条线，环环相扣啊，弯路也是必经之路啊。你们可能会觉得自己有一点迷茫啊，但是你们其实走的每一步路都是有一个明确的目的的。而且呢，这个圣杯8，你们可能在晚上的时候会下定决心告别一些人和事，在深夜里边你们会赶路，它就代表的是别人都在睡觉，别人都在娱乐别人都在消遣，但是你们有着一个明确的目的，你们会利用别人放松的时间来提升自己，可能还会有一个悄悄的告别，就不会打招呼，默默的离开，
可能会觉得自己注定不属于某个人，注定不属于某个地方或者说环境，有一种不告而别的能量。圣杯八呢，其实这张牌给我的感觉真的是很踏实的，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啊，走过的每一步路都清晰可见啊。我觉得这张牌也是要提醒你们，如果你们想要过好生活的话，它其实不是全盘规划好然后再往前走，而是说先迈出最关键的那一步，然后再踏踏实实的把你们迈出的每一步都变成最好的一步啊。圣杯八我觉得应该是你们在深夜做出了一个审慎的思考之后，会迈出最关键的那一步，而最关键的那一步，它会成为你们这段时间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那么第4张牌呢 Queen of Pentacles 啊，这张牌它是有着很强的这种金钱的能量的，就是近期你们的财运是不错的，手上能攒一笔钱，或者说终于能够攒下钱了，突然也有可能是突然得到一笔钱，但是突然得到的这笔钱它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因为你们过去所做出的某件事情啊，突然让你们得到了一个回报，或者说你们可能会和一个手上有很多资源的女性贵人有一个合作，她可能会把这种资源分享给你们啊。我觉得这个星币女皇她还是有一种很接地气的金钱的能量的。你们收获的这笔钱一定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的，它不是那种不劳而获的从天而降，而是你们一点点的积累和提升自我所收获到的一笔钱。而且这个星币就是这个星币呢，它给我的一种感觉啊，如果说你抽到这组牌，你们有一部分人在做生意啊，自己创业的话，那这张牌给我的感觉就是3年不开张，开张吃3年，可能会一下子完成一个很大的订单业务，收到一大笔钱，一下子攒到一大笔钱的感觉。那么这张太阳牌呢，太阳它其实是有着一种很强烈的这种得偿所愿的趋势吧，所想即所得啊，整个人的心态会很乐观。对于可控的事情你们会保持谨慎，但是对于不可控的事情你们会保持乐观。你们会发现啊，你们只能做自己能力范围以内的事情。当你们接受了这个现实以后，你们会以一个乐观的心态去面对这一切，去尊重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所以说我觉得近期的好事它都是建立在你们自身有着这样的一个乐观的心态的基础之上，有一点是那种所想即所得的感觉啊。太阳牌呢，它是那种重新找到一种自己活下去的意义和奋斗的动力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旦你们找到了自己活下去的意义和奋斗的动力啊，会有一个行动力的执行力的大的爆发，你们整个人看起来是非常有力量的。因为这种个人的内在力量与完整程度其实是取决于他对自己生活价值的信仰程度的，所以说你们会重新找到你们生活当中那些你们值得珍惜的、值得关注到的一些美好。而且呢，太阳牌和月亮牌连接到一起的话，这2张牌我觉得你们近期应该是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作息的啊，或者说睡眠质量会很高，这是你们自身精力充沛的来源之一。你们晚上的睡眠质量很好，就会让你们白天的精力特别的充沛。而且呢，这2张牌代表的是你们白天和晚上的一种反差吧，就是白天的时候你们整个人是很积极的，很有活力的，能量充沛的，晚上的时候你们就会变得很安静、很内敛，很享受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光。这张宝剑侍卫的话它也对应的是你们近期的个人思维会很清晰，会把眼前的东西做一个梳理，很有条理，很有计划，每天的生活状态是规律的，被计划好的，给我一种井然有序的感觉，因为你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且宝剑侍卫它是有一种你们会近期会具备一种成长的心态，成长心态就是你们会把没有克服的挑战和失败作为重新思考的机会，而不会用那些失败或者说犯过的错误来定义自己。也就是说，你们会具备一种深度思考的能力，可能别人看到的都只是表象，但是你们能够透过表象看到本质。你们自身所具备的这种能力和心态，能够让你们接下来披荆斩棘啊！你们手上的这把宝剑，应该是你们近期会，我觉得它可能会得到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吧，或者说具备非常强的这种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思维。这种思维是非常灵活的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们会根据不同的事情来有针对性的做出一个具体的
策略啊去解决它。这个思维的灵活会让你们在接下来受益很多，而且这种灵活的思维啊，它不会让你们固定在一个地方，这种思维它是发散的，由一个点发散延伸成一条线，然后再由一个线扩展成一个面，就是你们这种发散的思维会让你们在接下来受益很多。这种发散的思维能够让你们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机会。这张吊人呢，吊人的话，我觉得它是有一点怎么说呢？你们会刻意的把自己放置在一个条件很艰苦的环境里边，就是你们本来可以很舒适的去享受生活，但是你们就是要把自己放置在这样的一个条件很艰苦的环境下，头悬梁锥刺股。你们希望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吧，就是刻意的让自己难受，刻意的让自己痛苦，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激发出你们内在的这种潜力和能量。它是会在这样的一种状态里边持续获得一种自我提升的能量。我感觉这张牌就是有一点什么呢？痛并快乐着的感觉。从痛苦当中回收能量，不断的自我疗愈和成长，然后你们在痛苦当中反而能够找到那种能够令你们感到快乐的东西，有一种苦中作乐的感觉吧。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啊。首先，第二组牌的第一张牌圣杯6啊，我觉得你们近期工作或者说学业上付出的努力会得到一个认可啊，而且你们能够在别人的认可当中啊收获到肯定和信心啊。我觉得这种肯定它来的是很及时的，它往往就出现在你们马上要放弃一件事情的时候啊，就会出现这么一个人，给到你们一些肯定的力量，能够帮助你们穿越这个漫长的周期，选择继续走下去，继续坚持下去，并且他一定是一个很特殊的人，这个人刚好是你们非常认可、非常尊重的一个人，他可能是一个学长、老师或者说前辈，而这种认可对你们自身的这种自我认同感会有一个巨大的提升啊。第二张牌呢，圣杯骑士，你们近期会感受到一种很温柔的、很疗愈的能量，会感受到一些爱啊，你们会猛然的发现你们是被爱所包围着的，你们会发现你们在某些人的眼中，他们是视你为珍宝的，你们会猛然的发现自己其实是很幸运的，因为你们一直是被爱着的，被庇护着的，被保佑着的。所以说圣杯呢，它一方面象征的是爱，另一方面呢，它也象征的是一种语言表达，自我表达。你们近期的表达能力会有一个显著的提升，非常清晰的思维带来的一种顺畅的表达，这说明你们真正意义上的把一些事情想明白、想清楚，或者说你们真正意义上的理解了它。因为如果你们没有理解一件事情，你们就不能够把它顺畅的表达出来。圣杯的话呢，在这种表达的过程当中啊，你们可以培养你们的自我意识和非常成熟的这种自我认同感，而且你们一口气把内心当中的想法说出来的这个过程，它能够给到你们很大的成就感，我觉得这张牌应该对应的是一部分人，你们之前的一个阶段里边啊，你们可能会有着一定的表达障碍，就是不敢大声的说出自己的想法或者说愿望，那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很压抑的。当然，当你们能够克服这样的一种恐惧，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的过程里边，其实你们就会收获到对于自己的这种自信。而且呢，这个圣杯和我们抽到的这个圣杯2它是有关联的，就是你们可能近期会恢复和一个人的沟通和联系啊，这种沟通会非常的顺利啊，会恢复和这个人的沟通会给你们带来很多的情绪价值这本质上不是因为你们的表达能力，而是因为你们对于自己的自信。你们会发现，你们对于自己越自信，你们的表达就越流畅，你们越是对自己自我怀疑，你们的表达就越会受到阻塞。所以说我觉得你们需要锻炼的是一种坚定的自我认同感啊，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不要顾虑太多，想和谁聊就和谁聊想去约谁就约谁。如果你们想太多啊，那你们就会在一件事情还没有开始之前就阻止自己。要记住，让自己的能量流动起来。第三张牌呢是星币1啊，我觉得这个星币1它很像是一个奖励吧，要么是你们近期会得到一笔奖学金
奖金，可能是工作上面的奖金意料之外的一笔钱，或者说它也像是一个勋章一样，你们近期某件事情会得到一个结果，而且在这个结果上面你们是有着巨大的领先优势的。你们可以把这个新币1看成是一个金牌，它就代表的是第一，在一个竞争当中勇夺第一，可能是工作业绩第一，学习成绩第一，或者说以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下一轮的考核当中所以说新币1它代表的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会在近期发生，让你们接下来不确定的人生变得确定，模糊的未来变得清晰可见。而且呢，圣杯2这张牌对应的是你们和近期的一个人恢复的这种很畅快的沟通这种心有灵犀的感觉，会让你们整个人的心情变得很好，两个人很有默契在同一个频率和节奏上在这样的一种沟通当中，时间会过得很快，你们其实很享受这种同频的沟通和交流。这个人他能够接住你们各种各样的梗，并且予以回应。而且呢，这种沟通会让你们在精神层面上有一种很富足的感觉自己是被需要的。那么这张权杖9呢，我觉得你们可能需要注意一些关于自己，比如说头部腹部的健康问题，可能会有一些感冒上火，或者说自己的生理期带来的问题。权杖9呢，它给我的感觉，它还像是你们从一种之前孤立无援的孤军奋战的状态里边找到你们的归宿和依靠。就是我觉得这组牌呢，应该是说会有一个人向你们奔赴而来在近期。这个人会给到你们安全感，会让你们感觉自己是被坚定的选择的，感觉自己是被在乎的，被需要的。因为这个人的出现，才会让你们感觉自己的，就是才会让你们觉得生活是值得期待的。所以说你们内心当中应该是有这样的一种渴望的，这种渴望来自于你们很希望得到周围人对你们的认同，好像没有周围人对你们的认同，你们就会不断的反问和质疑自己配不配得上当下你们所拥有的一切。我觉得这组牌你们要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你们的这种自我认同，它不是来自于外界，外界它只不过是能够帮助你们形成自己的这种自我认同，但是它一定不是全部来自于外界，一定是来自于你们自己对自己的认同。它不仅仅建立在这种从属关系或者说外在人事物观念的认可之上你们需要具备的是一种内在的配得感，内在对于自我的这种由衷的认同和接纳，才是你们最坚固的生命能量的来源所以说外部的一些认同取得的一些好成绩，它只不过是一个催化剂，它都是帮助你们找到那个内在的最坚定的自我，然后自己给自己一个大大的肯定和褒奖。那么这张权杖8呢，就是近期我觉得这组牌应该是这3组牌里面最好的一组有一种一顺百顺一通百通的感觉时来天地皆同力，有一股能量在你们的背后推着你们往前走，之前被卡顿的阻塞的事情现在开始重新运转起来，就像是蝴蝶效应一样，一件事情的顺利完成会让其他的事情也变得接连顺利起来。一个好消息往往会带来更多的好消息，好消息和好消息之间也是会联动的。所以说我觉得你们近期是可以做出一些行动和改变的，有一种事半功倍的感觉，可能没有怎么努力你们就能够取得一个远高于你们预期的结果。所以这组牌我觉得也是在告诉你们一个道理就是当你们感觉有些事情在朝着一个相反的方向阻塞你们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们就不要做出太多的行动和改变，不如躺平，去熬过这个漫长的阻塞期。但是如果你们感觉好像你们近期整个人生都要转运了，做什么事情都事半功倍很顺利，那么你们就要延续这种势头，把你们之前堆积的问题在这样的一个顺周期的过程当中一口气全部都解决掉。这张逆位的宝剑4它其实也是一种，我觉得你们现在可能是被困住的，被隔离的但是你们的精神依然是自由的它这张逆位的宝剑4也象征的是走出自己内心当中执念的一个过程，有一种新旧能量的交替你们正在经历一个过渡期，在这个过渡期当中会有人帮助你们完成这个过渡期，能够让你们走出封闭重新和这个世界建立连接。逆位的宝剑4在近期你们会停止去接收一些令你们感到焦虑的信息和能量，会有一种抵御外界纷扰的能力，无论周围有怎样的噪音，无论这个世界如何变幻莫测，你们都能够坚守自己的本心，
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还伴随着你们会有一个释放自己压抑情绪的事情发生，比如说你们会和某个人说出自己的心事和秘密啊。逆位的宝剑四，它其实都是一种趋势啊，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一点点的走出封闭的一种趋势。而且这张牌 Sunrise， 这组牌是很明朗的啊，有一种柳暗花明、绝处逢生、转危为安的感觉。这个过程啊，这种转变可能比你们想象的要快很多。可能昨天还是很阴暗的，但是明天它就会发生很多你们意想不到的事情，能够冲淡你们之前所遭遇到的那些不幸。所以说当你们回头再来看的时候，你们会发现你们之前经历的那些混乱和动荡的阶段，往往就是你们人生的一个上升的阶梯。当你们结束了这个混乱的周期以后，你们的人生会迎来一个长长的上坡路，这种警惕压迫的能量会重新变得稳定且松弛啊，它也意味着是人生的一个新的篇章已经开启。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组牌。首先第三组牌第一张牌 Nine of Pentacles 星币9啊，这张牌其实它给我一种珠光宝气的感觉。我觉得你们近期应该会花很多的时间来好好的打扮自己，置办自己，改变自己的个人形象和气质。这组牌就是这张星币9啊，它呈现出来的个人形象是那种比较富贵的、优雅的，举手投足都会变得更有气质。而且这种形象、气质还有穿衣风格的改变啊，会极大的提升你们的个人魅力，会让你们身边的人对你们近期的这种穿搭风格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啊。我觉得你们这种个人风格的改变能够吸引到一些人来追逐你们，或者说这张牌呢，就是你们近期的这种穿衣风格，它反而是比较随意的、松弛的，它并不是那种精心打扮下的雍容华贵的感觉，而是你们随意的这种搭配，它就能够产生一种很时尚的、令人过目难忘的效果。你们的这种松弛感反而会让你们身边的人和你们相处的时候都很舒服、很惬意啊，人际关系上你们会变得更加受欢迎，而且你们走到哪里都会成为一个被关注的焦点。第二张牌呢，圣杯10啊，我觉得近期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去碰运气的话，那么你们大概率会胜出，因为彩虹它象征的是你们近期会有这种幸运光环的加持。圣杯10它本身就象征的是一种圆满，而且这种圆满它并不是客观意义上的圆满，因为客观意义上的那种圆满和完美它几乎是不存在的。那么这个圣杯10它代表的这种圆满是什么呢？我觉得是你们自身思维的一种改变，就是你们不再将这个世界与你们所期待的塑造的那个圆满的世界去对比，而是接受这个世界，爱它，属于它。所以圣杯10代表的这种完美，就是其实是在你们放下了某种完美主义之后才能够收获到的一种完美。它有一点像是凡是你们抗拒的都会持续存在，但是凡是你们接纳并深刻体验的，它最终都会成为一种喜悦，让你们的生命得到一种圆满。所以说不要抗拒任何的不完美，去接纳它。第三张牌呢是圣杯3啊，我觉得近期呢你们可能会给自己安排一个娱乐活动啊，参加一些很盛大的典礼啊、节日啊，或者说派对啊，会有一个值得你们去庆祝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呢你们会去走入到人群当中去啊，去体验更多的这种精神的娱乐的文化活动啊，和一些同频的人保持交流、保持沟通，你们整个人的心态都会开放很多。圣杯3也对应的是近期你们会参与到一个团队的协作当中啊，你们在一个团队当中会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存在感，会有一种很充实的能量，不再是封闭的、自我隔离的。圣杯3对应的也是近期有一个反正就是会参加到一些活动当中吧，在一个团队当中会找到你们的定位。那么这个宝剑10啊，你们近期可能会面临一些经济上、生活上或者说职业上很繁重的压力，处在一个困顿的阶段，有一点想逃离，有一些负面的信息导致你们压力很大，在崩溃的边缘上。这张牌我觉得打败你们的并不是外界的压力，而是你们内心的恐惧，因为你们内心当中的这种恐惧会导致大量的精神内耗，
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越是想要去寻找一个出口，越是想要去寻找一个人生的答案，你们越是希望自己能够做得更好一点，更完美一点，就越会出现这种内耗。你们在不断的进行着和自己的斗争，不断的压抑和否定自己内心当中真正的渴望。所以说这张牌呢，在太阳升起之前，你们可能会完成一个彻底的自我重建，可能会经历一次情绪的崩溃啊，但是你们总是习惯性的崩溃又习惯性的自愈，可能在这个阶段当中会莫名其妙的掉眼泪，莫名其妙的否定自己，莫名其妙的怀疑自己。你们现在真正要做的其实是去感知你们内心当中的那种情绪的变化，主动的觉察自己的身体感受，聆听你们的内心想要通过身体告诉你们的事情，学会自我拥抱，允许自己停留在不舒服的情绪里边，这样你们才能够以一个敞开的态度去拥抱这种负面情绪啊，停止与其对抗，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你们的精神内耗，因为你们明白那些负面的情绪他们会来也会走，你们不抗拒他们来，也不赶着他们走，你们永远是那个自己，你们不会因为这种情绪的存在就影响和改变了你们的本质。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们要渐渐的养成倾诉或者说书写情绪的习惯，就能够让你们从这种崩溃的边缘里慢慢的自愈。那我们抽到的这张圣杯四啊，我觉得接下来应该是有一个意料之外的好消息，而且这个好消息可能是你们在等待着其中一个事情的结果的时候会从这个好消息会从另一件事情上面传来，有一点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感觉。这个圣杯四你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就是你们在等一个人给你们发消息的时候，往往是另外的一个人给你们发的消息，但是这个人另外的一个人给你们发来的这个消息啊，它也是一个好消息。然后这个圣杯九呢，圣杯九和圣杯四，我觉得它应该是有这样的一种联系啊，就是圣杯四它也可能这个圣杯代表的是你们内心当中有一个一闪而过的灵感，它能够帮助你们快速的去解决一个困扰你们很久的问题。而这个圣杯九呢，可能说你们会把那个一闪而过的灵感和想法把它扩展和发散开来，有这么一种可能，就是你们会把这种灵感付诸于行动，然后不断的把这个灵感放大，这个时候呢，可能会让你们的人生产生出一种全新的可能性。而且圣杯九啊，围绕在你们身边的这些圣杯，它其实代表的是一种经验的积累，它代表的是你们在不断的坚守自我价值过程当中所逐渐积累起来的经验和自信。这个圣杯呢，这种经验是来自于你们不断的重复的练习某个技能所带来的经验。这种自信它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你们之前因为日复一日的不断的重复的做着某件事情积累的这样的一种经验，它对你们形成了一种像护城河一般的这样的一种能量，保护着你们。这是一种竞争优势，核心竞争力的体现。所以说我觉得你们近期会猛然的发现你们已经在某个领域积累了足够强大的竞争优势了。你们会发现这种执着专注的力量会给你们一种极大的安全感，你们会猛然的发现自己变得更优秀了，猛然的发现自己在某个领域当中已经成为了一个被别人所仰望的存在。所以说我们抽到的这张空白牌空白它就是什么都没有。我觉得你们要给自己的人生留出一些空白的时间，在这个空白的时间里边，你们要让自己彻底的暂停啊，好像给自己开启了一个飞行模式一样。之所以需要这样，是因为你们需要对自己进行一个清理，一种能量的清理啊，可能是外部的大扫除，内部进行冥想，清理外部的空间，也清理内在的空间，让自己变成一块白板，释放掉很多那种占据你们自身心理空间的那些东西。因为就是一直占据你们内心当中的空间的那些东西啊，其实对你们产生了很严重的消耗。你们如果不愿意把这种空间释放出来，你们就没有办法去处理别的事情了。所以说你们要去完成这种身体能量的清理，把原本属于你们的空间释放出来，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啊。它也涉及到外部的清理，比如说打扫房间啊，清理一个很杂乱的这个空间啊，把一些不必要的东西全部都扔掉，把从你们的空间里边清除出去，也可能是删掉一些人，删掉一些过去的回忆，必须要先删除一些东西，你们才能够拥有一些新的美好。不合时宜的东西就要及时的斩断和切割啊，像手机内存一样时刻的去清理。所以说这个空白牌之后啊，
你们完成了这种清理之后啊，你们会发现圣杯七你们人生的可能性原来如此之多。进行了一轮大的能量的扫除和清理啊，被清理出来的空间就代表的是一种自由。接下来你们可以随心所欲的去选择你们想要的一种生活，因为你们之前的人生是被一种你们不想要的生活所占据的，所以说要清理。而且圣杯七它也对应的是一种思维的发散，对应的是一种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体现。近期你们的想象力和观察力会非常的丰富，能够注意到别人没有注意到的细节，对于生活对于自我的敏锐的觉察力会让你们非常的有表达欲。你们可能会把这种对于工作生活或者说自我观察自我觉察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记录下来，把你们的思想记录下来其实是很有价值的，你们可以选择把它分享出去，和这个世界产生共鸣。圣杯七的话呢，我觉得你们是一个创造的中心啊，改变由你们而生啊，你们的身上就有着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可能你们近期会大量的去做一些创造一些艺术作品，把你们自身独一无二的感受分享出来，沉淀下来，记录下来，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